我想就这样趴在你的肩膀，透过窗帘的遮挡，静静欣赏滤镜中弧光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，需要懂得调色补光。我想手牵手站在你的身旁，看穿时间说的谎，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，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，需要知道保持清爽。拥挤的街巷，时光匆忙，影子摇晃，路灯微亮，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小日子还长，想一起牵手去远方。仓库嘛，为什么选这么远的地方？严老师，您的画是以水乡系列享誉画坛的，圈里很多人都欣赏您的水乡系列，角度奇特，特别是那种如莲如雾的雨中集锦，震撼了许多人的心灵。所以我就在想，这么多重要的作品，一定得找一个精神上契合的地方来存放，才相依相配。没用，湿度太大，不适合画的存放。哎，我就觉得挺好的呀。你不知道，人家茉莉特地为了你啊，改造了一间恒威恒适的房间，专门放你那些宝贝画的，一张也坏不了，放心吧。这边就是3层小楼，在2层我就做了一个仓库。真不错啊。哎，对了，茉莉啊，我记得后面好像有块菜地，对吧？啊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啊，就闻到西红柿黄瓜的味道了。咱俩去摘一些，晚上吃一顿绿色、健康、无公害的晚餐，怎么样？走吧，走啊，走。哎，茉莉，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李薇姐，那你先去，我一会儿来。好，等你啊。说实话，什么实话？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李蕊很单纯，你不需要向他推销你的观念。还有，我请你，是让你打理我的画，不是让你干涉我的私人生活。这是李蕊姐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她不想出国，她心里也很苦闷，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说他不想出国？他的病经过治疗，其实现在已经稳定了，现在算是康复阶段。出国无非就是为了休养，在国内也一样可以啊。就康复来说，病人的心情也很重要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李蕊姐的身体，想带她出国躲清静，可是你问过她了吗？这是她心里真实想要的吗？李蕊姐跟我说过，她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艺术和你的那些作品。她担心离开祖国，离开江南水乡，离开这500年如歌如诗的江南梦，你会没有灵感，没有创作的冲动，你的技法会生疏和落寞。但如果在这儿呢，她能每天看着你创作，不被人打扰，闻着新鲜的空气，瓜果飘香，她的心情会很愉悦。对他来讲，恢复的也会更快。我找来找去才找到这个地方，虽然远吧，但是很舒适，而且交通很方便啊。可这都是新的，我没看到你说的500年的诗意江南。这就是新的江南啊！难道你不想用你的画笔
描绘新的江南吗？这才行。这地儿挺私密呀，不是让你早到吗？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地铁转公交到门口，我这门都没找着，这太难找了，这地儿。这还有理了是吧？凳子拿一个，凳子，服务员凳子给我，哎呀，就这样。那个餐具来一套。我一点点。哎呀，哎呦我天，喝口水，来个。哎呦我这个我有。放中间，就，哎，再来点，哎，别多了，别，好。这包间是不是有点挤啊？要不我们换一个吧？不挤啊，这不挺温馨吗？啊，今天这顿饭啊，第一，我是带着牵牛过来赔礼道歉的；二呢，今天这一顿必须我来买单。不行，这餐说好了我来买。沈小姐，你千万别这样了，我得欠多大个人情啊！哎呀，就让哥来吧，我哥有钱。再说了，你跟2位男士吃饭，还能让1位女士买单吗？说的好像特别有道理啊！哎，货是你炒的，你也是男士，一会儿你来买单。哎呀，我大哥在这儿用得着我吗？大哥，那战斧能不能来一下？多长时间没战斧啊？真想给你一斧。来，黄老师。哎呀，喝一个，来晚了，来晚了，来。哎呦，这酒不错啊。汪老师，其实您的很多文章我都看过，和汪老师接触下来呢，觉得挺舒服的，完全没有文章中透露出来的那种高冷。高冷太费劲了，我这个人啊特别懒，一切讲究经济实惠，那些没有意义的人和事儿，我也懒得去投入时间和精力。我能问一个越界的问题吗？你问，我大哥很随和。您真的不打算恋爱结婚？好吃吧？好好吃，感觉都发甜。哎，老公啊，我觉得这里环境这么好，咱们不如多住几天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我觉得以后我就要这么吃菜，就用清水洗一洗，然后蘸点酱，我觉得特别的香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我们不出国了，就在这儿住下。真的？你种菜，我画画。老公，你真的太好了。高兴吗？高兴。顾茉莉，啊？既然我们不走了，我现在正式邀请你成为我的经纪人，你愿意吗？太好了，我一定做好服务。各位，今天呢是我们飞鸟画廊重要的时刻，我们成功的签约了严厉先生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也是飞鸟画廊的荣幸。有请严厉先生。严厉先生，请问您对与飞鸟画廊和顾茉莉小姐的合作有什么展望啊？顾茉莉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经纪人。严老师，您过奖了。实至名归。拍照了，搞今天的。茉莉呀，什么时候把可可给我带回来吧？吴玉兰心情不好，需要萌娃治愈。
玉兰，我再说你2句啊。你说闺女工作这么忙，你能不能不打搅她？顾德妈，干嘛呀？人家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惹我哦。哎。妈，脾气最坏的大画家严厉被我给拿下了。你女儿厉害吧？够治愈吧？哎呀，这总算是有点好消息了。严厉，可以呀，这个。老顾啊，桃呢？哎，在后面桌子上。嘿嘿嘿，给你挑个大的，哎，这个。嘿嘿。嗯。还打扮上了，给你前妻幽会去啊？是啊。傻儿子，你看看吧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人呢，这就是茉莉新签约的那个画家，这应该是他们的签约仪式吧？这很正常啊，这有什么了？正常吗？你看看上面的文字，正常吗？你这前丈母娘真行，天作之合，还圈我。我头回知道朋友圈还能圈人，这不明显臭显摆吗？儿子，不对，你看啊，我就一直觉得他不可能因为一个破包就跟你离婚呢。你看，现在前后串起来，我真的明白了。他就找个借口，他先跟你离婚，然后去买房，买了房呢，现在又搭上一个什么著名画家。哎，这老顾家是下了多大一盘棋呀！儿子，你不会真的被他们给耍了吧？你看看他们搂得那么紧，这说不定早好上了。妈，你别瞎说了，我了解茉莉这个人，她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你要不妈说你赖狗扶不上墙嘛，扶狗的都累死了，你长点心眼儿吧，金草啊！今天还敢迟到？迟到了，怎么没人接驾？朱总好，朱总。朱总，
你不会真的被他们给耍了吧？你看看他们搂得那么紧，这说不定早好上了。给你5分钟，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不然女神要回宫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可以上菜了吗？再稍微等会儿吧，人还没到齐呢。还等啊？你们一共也就包了3个小时，啊，还有你们订的乐队，人家也等不及了，还要去赶下一场演出呢。啊，我加钱吧。您说什么？我加钱可以了吧？您加几个小时啊？你去问朱静草。你玩失联不接电话，就是因为这篇无聊的公众号啊？你觉得这篇文章写的是我跟严丽？你闲的呀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？我哪知道啊？你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？你是打算在电话里跟我吵吗？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，有什么事儿当面说？好，我现在过去，我听你解释。我签了严丽，肯定是动了别人的奶酪，所以他们找人写文章，在那些八卦的公众号抹黑我。明天我就去找我们公司法务投诉，实在不行我就打官司。这事儿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个呢？你妈爆料啊！你想，如果你是我，接二连三看到这些消息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宝贝啊，怎么啦？吴玉兰女士，我想问问你那奇怪的朋友圈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发张图片也就算了，什么叫天作之合啊？大画家跟最厉害的经纪人合作，那就是天作之合呀。我以为我发个朋友圈炫一下，怎么了？张山亚说我女儿在二婚没有市场，我就想让她看看我女儿比她儿子受欢迎多少倍。你听见了吧？俩妈斗法，殃及池鱼。圆脸都拉长了。哎呦，我不要太开心啊！
你真太能作了。你听清楚了吧？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就算是你妈在作，那你告诉我，谁在诋毁你啊？肯定是米娜啊，她为了签严厉动了不少歪心思。明天我就去找法务部商量，这件事情查不清楚，我誓不罢休。那是我小肚鸡肠啊！你就是个醋坛子。因为我在乎你，文丽啊，你就当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呗。咱们7周年晚宴正式开始啊！开始。老婆，谁是你老婆？7周年快乐！7周年快乐！文中说的大画家应该是严厉，小白花应该是他的新经纪人，听说叫顾茉莉。严厉那种级别的画家，怎么会签飞鸟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画廊？哼，原来是桃色交易啊！这圈本来就乱，说到底还是因为男的不行，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。夫妻一方有问题，怎么能一棒子打死？说是男方看不住，据我所知，男方对老婆一直很好。没想到护男团来了，看来男方也开始蹭热度了。实锤来了，哇，越来越大了。你和严厉那张健身房照片怎么回事啊？虽然脸部象征性打了马赛克，不过熟人一眼都看得出，这是顾茉莉。发图的人肯定是居心叵测，但是你们的动作真的尺度有点大。哥，太暧昧了，我嫂子是不是真看不上你了？停！停！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先出去一下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完。第一次说是同事重伤，第2次是两马赌气，现在是第3次了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4次、第5次。这次是在健身房，下次准备在哪儿啊？这一次只不过是搂你的腰，下一次准备搂哪儿啊？茉莉，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？我原来不觉得你傻，但现在看，未必。成长的理由，没有人轻易猜透，总是希望时间倒流，
坐着退后，最初的所得能够一直在手，甜美的时刻可以始终不走，幸福的尽头总有人先伸出手，总是想要先到上游，再做挽留，苛责的背后是另一种温柔，只是不符合想象中的拥有，不需靠放手来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自由，满足成长的需求，不需用担忧去表达内心的诉求，勇敢的温柔抚平撒野的伤口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是咱们的会员。是这样的，我在咱们这个网页上啊看到有一个熟人，但是我不确定他是否离异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咱们在登记资料的时候有确定过吗？您放心，所有会员资料都是严格审核过的。哦，好的，那我没事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饿不饿？给你点点吃的。不用了，吃不下。你说你这7周年过的，这都什么事儿？我给阿姨打过电话了，让她放心。今晚上住我家。行。不是，这朱静草脑子有问题吧？八卦新闻也信。就这2张照片能说明什么呀？还打了马赛克，一看就是 P 的。就这点小事儿，能把你欺负成这样，我得打电话骂他。哎，别，算了吧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。你想要是我看见那新闻，再看见那一堆照片，我肯定就炸了。我只是发现我跟他离婚以后，他变得敏感了。后悔了吧？早就跟你说过，离婚这事儿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你说谁那么缺德，背后黑我？对呀，你想想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米娜呀。她害过你一回，不会蠢到梅开二度吧？我也是这么想的呀，但是除了她，没有别人对我阴阳怪气的，我想不出别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冤枉好人，我会找到证据。什么事儿？周总，我看你一直坐在车里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你怎么不回家？我刚才有点困，在车里睡着了。可可妈妈呢？啊，她先回去了。哦，我煮了点馄饨，猪肉荠菜馅的，还是热乎的，挺新鲜的。你要不要尝尝？啊，不用，我吃过了。是这样的，果果的同学夏夏，她一直爱吃我煮的馄饨，结果我都包好了给送去，家里又没人。你要是不吃，就浪费了。拿着吧。谢谢了。你趁热吃啊。嗯。那我走了。你想怎么样呢？陈总，嗯，我的诉求很简单，起诉艺术丛林公众号，他们造谣诽谤，让他们删文道歉。那篇文章写你名字了吗？写严厉名字了吗？就是含沙射影。我问过刘律师了，
通过法律途径发律师函不是不可以，但基本没用。像这种官司啊，不知道打到猴年马月，而且那些小的公众号发八卦的事太多了，到最后那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啊！哎，不是陈总啊，什么叫狗咬狗一嘴毛啊？这件事儿当然说得清楚，明明就是他们造谣，咱们就这么算了吗？当然不能算了。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啊，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故意设计炒作的？啊，当然了，我相信你的人品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反正我觉着吧，咱们应该感谢他们。感谢他们？你想啊，连发2篇文章，这热度嗖一下就上去了。签约了严厉，咱们没花1分钱宣传造势，就人间皆知了，不值得吗？不应该感谢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一阵风，说过去就过去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茉莉，做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我是一个职业的经纪人，不需要这些歪门邪道来博取眼球。这件事画廊不出面，我自己查到底。哎，我查查有没有办过会员啊？好，没有。课也没办过。最近都是我在前台，反正这礼拜我是没见过。哦，谢谢。哎，Sunny，你们这儿的这个体验券还能用呢？能用，姐，10号之前都能用。你帮我看看这张体验券是谁用的？7号，哦，是个女的，30出头，个儿挺高，还挺漂亮的，应该是咱会员的朋友。你看看是不是她呀？不是，不是。你这体验券还有用吗？核销过了，没用了，姐。那我拿走了啊。哎，成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慢走啊，姐。啊。怎么了？这张体验券是我的，你看，当时我记了客户的地址，而且这几张体验券我是放在进草车上呀。那他怎么说是一个女的用的？朱静草，有情况。什么事儿啊？把车钥匙给我，我临时有事儿要用车。你的车呢？坏了。你打个车。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不是，你开车准备去哪儿啊？溜溜跟我约了个饭局。哎，你记得啊，喝了酒千万别开车。我偏喝，喝多了你来接我。我车都给你了，我怎么接你啊？你自己想办法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坐后边？啊，好，没事儿。好漂亮的花啊！哦，你给我。明天是我跟我老婆结婚周年纪念，送她的礼物。哎呀，都做坏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磕磕巴巴，果果不知道做什么，您说好。我老婆在那里办的健身卡，她也一直忙没时间去，更别说这体验券了。是普拉提的体验券，这看着还不错，挺好的。我一直想找个地方去练一下瑜伽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送你了。哦不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收着。听我说，你就收着吧，去体验体验，要不然的话过期了就变成废纸了。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拿着吧。破案了，看来照片就是这女的拍的。听他们说话，她经常搭静草的顺风车啊。不要疑神疑鬼的。听录音呢，你们家朱静草礼貌有分寸，而且很得体。朱静草有那么好吗？你比我清楚啊。才离婚没几天就被人盯上了，不仅被惦记上了，行动力还很强，居然偷拍我，还写文章来黑我。大姐，家和万事兴哈，过日子呢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闭不上，你就作吧。妈妈，你今天来接我，我好开心啊！我想死你了。真的吗？妈妈也想死你了。哎，
经常搭我们车回家的那个果果，今年怎么没看见他呀？那不在那儿呢吗？来，把头盔戴上。那是他妈妈呀？对，是高阿姨。朱劲草，为什么同意离婚呢？因为我很爱我妻子。这么说可能有点拧巴。既然他想离婚，那就离了。那你考虑过离婚的风险吗？不离婚也会有风险。我相信我妻子的人品。顾茉莉，婚姻的本质是什么？我说不清楚婚姻的本质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它肯定不是一张证，结婚证或者离婚证。我觉得，只有经得住考验的爱情，才是最好的婚姻。所以你离婚，是为了考验你和朱劲草的爱情？这我没想过，但我敢跟他离婚，我就有把握他不会背叛我。哎，你等会儿。高夏金是吧？你不认识我，还不认识我们家车吗？不是都坐过好几次了吗？我是可可的妈妈，朱劲草的老婆顾茉莉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听劲草提起过你。但他不是离婚了吗？你是他前妻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俩离婚的？反正就是知道了。你干了什么事儿我都知道，别想挑拨离间。我警告你，高夏青，偷拍很卑劣，诽谤也是违法的。你在艺术丛林的公众号污蔑我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什么偷拍？什么诽谤？顾茉莉，你是不是离婚之后心理出现了问题？我劝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。还要装啊？劲草送了你健身券，你用了健身券之后，网上就出现了我被偷拍的照片。你不会跟我说这是巧合吧？它就是很巧啊。可可跟果果恰好是同学，而我恰好认识了你前夫，恰好我们那天聊了几句，还聊得挺投机的。我恰好想去健身房，而你呢，恰好那天和别的男人一起去健身房健身，我恰好就拍了一张，就是这么巧。但是有一点不是巧合，我对朱劲草是有好感。我是一个离异的单身女性，他是一个离异的单身男性，我追求他合理合法，光明正大。高夏青，我告诉你别太嚣张。还要提醒你一句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不是他的妻子，所以你没有资格教训我。我有资格。我警告你啊，离朱劲草远点。您是？我是朱劲草的妈，可可的奶奶。你听好了，不管他们离不离婚，顾茉莉都是我孙女的亲妈，就这一点，你一辈子你都比不上。活了这么大年纪了，打眼一望过去，我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。这还没怎么着呢，你就想着给原配挖坑，一门坏心思的想害她呀？别说你还带着个孩子，你现在就是个黄花大闺女，我都不可能让你进我们朱家的门。阿姨，您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要是敢当小三儿，敢祸害我儿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可别让我在院里碰到你啊！说话呀！怎么现在不说话了？你不是在家里挺能说的吗？小嘴巴巴的，遇着个高下金就怂了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，那个高下金可真的比你强100倍。他可知道了，他离了婚，带着个儿子不好嫁，遇着个好的就舔着脸的往上贴，贴一个不行再贴一个，直到行为止。像你。我怎么了？可可回来，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？说奶奶，妈妈来接我了，妈妈不出差了，为什么妈妈不回家来住？我怎么跟孩子说？我跟可可解释过了，我最近比较忙，我爸妈那儿离我的公司比较近，所以我就住那儿了。你以为孩子傻是不是？我孙女儿那是冰雪聪明，她能感觉不到她爸爸妈妈好不好。哎呀，好好的一个家被你们俩拆的是七零八落的，你拆了就拆了吧，然后现在还黏黏糊糊的。茉莉，你跟靳草现在是真的离了啊，靳草的事儿你没资格管了。刚才当着外人我是不想说你，不你们俩到底是想各走各的，还是想复合？你总得有个说法吧？我们俩离婚，就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。不是，离婚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？我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呢？你姑茉莉都来打小三儿了，你还不醒醒啊？茉莉啊。你跟靳草的婚姻没有任何原则的问题，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？瞎折腾什么呀？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今天的事儿，您先别告诉靳草。为啥呀？那高下金都上车了，你是等他们俩好上是不是？怕也没用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不过我相信靳草，他不会。你还嘴硬啊？还嘴硬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你们，什么事情，都是先做了再说，完全不计后果。你在这好好想想吧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我买菜去。成长的理由，没有人轻易猜透。总是希望时间倒流，挫折退后，最初的所得能够一直在手，甜美的时刻可以始终不走。幸福的尽头，总有人先伸出手。总是想要先到上游，再做挽留。苛责的背后，是另一种温柔，只是不符合想象中的拥有。不需靠放手来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自由，满足成长的需求，不需用担忧去表达。